的享受69折优惠。我选择深夜去吃海底捞，没想到刚坐下，菜单上缓缓出现几条规则：一、不要在海底捞店大声喧哗；二、只能与红马甲服务员说话，不能拒绝他的请求；三、杯中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；四、不能吃辣的顾客面前不能出现辣锅；五、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；六、不要伤害店内的宠物狗；七、找到顾客中隐藏的规则制定者将获得一次惩戒权利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其他顾客也被这份点菜页面吓到了，表情凝重。几名服务员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大家吓得大气不敢出，整个店内充斥着紧张的气氛。忽然，一位光头大哥站了起来，他指着服务员骂骂咧咧：“什么破店，好好吃个饭，搞这种名堂，别再装神弄鬼了，让你们经理滚出来！”空气像是瞬间被凝固住般，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因为游戏规则的第一条就是不许在店内大声喧哗。服务员歪了歪脑袋，脖子处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。光头大哥继续骂道：“就不应该半夜来吃火锅，真会记。”话音未落，光头大哥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，呆呆地立在原地。他像魔怔了般目视前方，嘴里不住喊着：“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啊！”我朝目光的方向看去，明明什么都没有，下一秒光头哥就被爆头嘎掉了。然而坐在光头大哥对面的女人吓得发出刺耳的尖叫，完了，她也违反了规则。果不其然，几秒后女人紧跟着爆眼而嘎。我看着眼前的情景，吓得合不拢嘴。这时播报声响起：“尊敬的顾客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深夜海底捞游戏。从此刻起，你们将与外界隔绝，只有坚守秘密到最后的一个人才能活着走出这里。这是一场正义者的审判，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之前完成任务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1号、2号出局，游戏继续。”话音刚落，周围就议论纷纷。然而刚刚光头男和女人的菜单上出现了一行字：1号在逃杀人犯，曾伤害过1名流浪老人；2号黑心老板娘，售卖劣质眼药水，致使多人失明。紧接着，每个人的头顶上都出现了一串闪着蓝光的小字：心理医生、老师、美容师、宠物博主、网络主播、学生，每个人的身份都完全公开了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光头男和女人的死法对应着他们做的恶事，只要出局就可以显示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。想要赢得游戏，只有一种办法，那就是除掉其他顾客。一时间人心惶惶，提示音再次响起：请大家争取在凌晨2点前走出这里。凌晨2点后，店内剩余的人员将强制清除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还剩下1个半小时，如果一直按兵不动，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嘎。就在我想采取行动之时，网络主播忽然站起来，掏出一把匕首刺向旁边的心理医生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在匕首即将刺向心理医生的一刹那，服务员忽然闪现在了他们面前，匕首被服务员夺过来，扔了10米远。3号暴力行凶，警告一次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既然不能使用暴力，就只能靠游戏规则了。这时那位劫后余生的心理医生冲我敲了敲桌前的饮料杯，心理医生敲得很有规律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忽然我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猛地低头看向自己的杯子，我的饮料已经喝完了。第3条规则说过，杯子里的饮料喝完后，请在30秒内找服务员添加。我赶紧挥手示意服务员，服务员像鬼一样飘了过来，为我倒完饮料后，服务员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一直站在我面前。我低着头，紧张的冷汗直流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你需要肥牛卷吗？这种情况下，谁还能吃得下肥牛卷？我刚想拒绝，猛地想起之前菜单上的规则2，请不要拒绝红马甲服务员的请求。我用余光瞄向服务员穿的马甲，正是红色的。需要。很快，服务员就将一块鲜肉放在了我的盘子里。这不会就是我要的肥牛卷吧？这明明就是刚刚光头男身上的腹肌啊！然而服务员死死地盯着我。亲爱的顾客，请问是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我有点肚子疼，想去厕所。服务员瞪大眼睛。亲爱的顾客，卫生间在直走左手边，请您速去速回。来到厕所后，我坐在马桶上喘着粗气。与此同时，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凌晨1点的数字映入眼帘。现在距离凌晨2点就只剩下1个小时了，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5个人。我要怎样才能在1个小时内除掉这4个人呢？就在我苦恼之际，旁边的隔间响起了阴森的歌声。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。歌声断断续续，伴随着呜呜咽咽的哭声。我虎躯一震，猛地想起规则里有一条，不要让女厕所的小女孩抓到你。我停下了提裤子的动作，生怕布料摩擦的声音引来隔壁间的注意。女孩继续唱道：大雨淋湿了我的头发，多亏了她为我撑伞。诡异的歌词配上小女孩诡异的腔调，我额头的细汗越来越密，麻木的腿已经要撑不住了。
终于我忍不住动了动右腿，结果一不小心踢到了旁边的垃圾桶。与此同时，隔壁间的歌声也停止了，我像石化一般僵硬在原地，一只手从隔板下面伸了过来，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在摸索什么。我知道他是在试探隔壁间有没有人，我强忍着双腿的麻木，一点点躲开他的摸索。那只怪异的手摸索了一阵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我不能确定小女孩什么时候能离开厕所，于是我鼓足勇气打开了厕所门。厕所外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店里放着的奇怪音乐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我抬头看到了对面洗手台的镜子，镜子里那名小女孩正站在我身后，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大声喧哗会违反海底捞规则，我早就尖叫出声。我透过镜子看到了她湿漉漉正滴着水的头发，以及那张满是伤痕的脸。就在我闭上眼睛准备听天由命时，小女孩却忽然转身向其他方向走去，我这才注意到她的2只眼睛已经瞎了。回到座位后，我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，发现顾客少了2位，分别是老师和网络主播。就在疑惑之际，食物的香味飘到我的鼻腔里，我这才发现服务员已经帮我把虾滑下好了。经过这一夜的惊魂，我的肚子早就饿了，正准备吃点虾滑垫垫肚子，忽然感到脚下有什么东西在蹭我。我低头一看，一只小狗正趴在我的脚下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这只小狗没有皮毛，它不会就是规则里提到的宠物狗吧？我急忙把番茄锅里的虾滑端到小狗面前，小狗把头伸向盘中大快朵颐。它每多吃1块虾滑，皮肉就长出1分。一整盘虾滑吃完后，它恢复成正常小狗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厕所发出一声巨响，网络主播从厕所里冲出来，头发凌乱，眼神恍惚。色眯眯的老师也从厕所里出来。你这个恶魔！老师挑了挑眉，神态淡漠。不是苏小姐你约我的吗？网络主播咬牙切齿。要不是你骗我说已经找到了隐藏的规则制定者，我才不会委身。老师打断了网络主播的话。看看你杯子里的饮料吧。网络主播这才缓过神来，他惊恐地看向桌子，他的杯子里空空如也。苏小姐，不好意思了，我在你去厕所赴约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。苏小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你这个疯子，我要嘎了你！网络主播彻底失去理智，他疯了般地扑向那位猥琐的老师。穿着红马甲的服务员又出现了，拦住了网络主播的去路。3号玩家暴力行凶，累计2次。话音刚落，网络主播的面容就开始腐烂，五官逐渐扭曲变形。3号的菜单上出现一行小字：3号，黑心网络主播曾设计杀死了自己的整容医生，所以他的嘎法是五官溃烂。在网络主播彻底咽气后，整个海底捞店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这时，厕所又传来了小女孩的歌声：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小女孩的歌声，老师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他好像知道点什么。这时，隔壁桌的美容师忽然招了招手：我的饮料喝完了，请帮我倒一下。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美容师看，因为朝他走过来的是一位穿着白色马甲的服务员，美容师是一位红绿色盲，他丝毫没有意识到不妥。我不喜欢喝酸梅汤，你给我换成西瓜汁。好的，顾客，请稍等。下一秒，他就把美容师按进了沸腾的锅里，美容师甚至来不及惨叫，他的脸就被烫熟了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4号的秘密：4号，黑心美容师，无证上岗美容店，机械高温事故，致使多人脸部受伤。原来这些奇怪的服务员就是这场事故中的受害者，怪不得一个个都面目全非。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也许这个店里出现的所有 NPC 都与顾客隐藏的秘密有关。我大胆猜测，宠物狗也许和那个宠物博主有关系。于是我抱起小狗向宠物博主走去，他看到我走来，露出警惕的表情。我用平和的语气说道：我在某音上关注了您的账号，知道您特别喜欢小动物。我把怀中的小狗向宠物博主展示了下，谁知他看到我怀里的小狗后，满脸惊恐：拿走，拿走！宠物博主急忙地挥手，像是看到了什么避之不及的东西。您看这小狗多可爱呀！我抱着小狗，故意往它身上靠。滚开呀！宠物博主一个抬手，手机不小心掉进了锅里，锅底的热汤溅出来，洒在小狗身上。小狗痛苦地嚎叫一声。忽然，宠物博主像是想到了什么，而我却露出得逞的笑容，因为他违反了第6条规则，不要伤害宠物狗。我怀里的宠物狗忽然跳出我的怀抱，冲着宠物博主龇牙咧嘴。宠物博主双眼瞪大，惊恐后退。下一秒，无数只小狗从角落里冒出，它们扑倒宠物博主，大口撕咬起来。菜单上也紧跟着显示出5号的秘密：5号，黑心宠物博主曾伤害过无数只宠物狗，并将这些狗狗剥皮卖给了狗肉店，又解决掉一个对手。除了我之外，还剩下2个顾客。就在我考虑下一步该如何动手之时，那恐怖的歌声再次响起：好长的一条鱼巷，为什么我走不出去？听到歌声后的老师忍不住颤抖起来。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想法，我举起手向服务员示意想去厕所。临走前，我还特意将装有饮料的杯子藏了起来，
毕竟有网络主播的前车之鉴，我不得不防。来到厕所门，正好看到那个失去眼睛的小女孩在门口照镜子。在我缓缓靠近时，小女孩猛地转过身来。我打开手机播放音乐，果不其然，这很快引起了小女孩的注意。终于，在我的故意引导下，小女孩走出厕所，来到了大厅。看到小女孩的那一刻，老师的脸色陡然一变。我走到老师桌子前，关掉了音乐。小女孩则在音乐消失后茫然地停下了脚步。接着我顺势坐到了老师对面的座位上。老师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你想耍什么花样？我微微一笑，接着又开始播放起音乐。然而再次听到歌声后的小女孩缓缓朝老师走来，